电锯分尸、群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彩云省苍耳市110警务中心内，接线员们忙碌地处理着各种来电。突然，新人接线员黄丽婷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警察同志，我失恋了，你安慰我吧。不好意思，失恋这种情况我们这边无法处理，可以为您转接心理服务咨询热线，您看需要吗？黄丽婷挂断了电话，继续处理下一个来电。你好，这里是110。你好，我感觉有点头疼。不好意思，头疼这种情况我们这边无法处理，可以为您转接120急救服务热线，您看需要吗？突然，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接入了黄丽婷的线。你好，这里是110。警察同志，有人要杀我。不好意思，杀人这种情况我们这边无法。你说什么？谁要杀你？几个接线员齐刷刷转头看向角落里的新人接线员黄丽婷。本来有些嘈杂的警务中心瞬间安静下来。你说仔细点，你现在在哪？具体什么情况？听着话筒那边传来的急促呼吸声，黄丽婷想安慰两句，但又害怕因此而导致对方错过报警时机。警察，你一定要救救我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在。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口音，他极力压制自己声音的音量，似乎是害怕引起太大的动静，同时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音，看样子是害怕极了。我在。喂，先生，您还在吗？黄丽婷急切地问道，但电话那边并没有人回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电话听筒里边的声音太安静，安静的有些不正常。一切正常，那边为什么会突然没声音了？就在黄丽婷不知道该怎么办，话筒里的声音又响起来。他发现我了！警察救我！救命！救我命啊！救我！忽然，一道突兀响起的机械应对声，使得男人的呼救声戛然而止。先生，你还在吗？电话那边的嗡嗡声还在继续，但呼吸声消失了。喂，先生。就在黄丽婷准备挂断电话向上级汇报情况时，电话里边那刚刚消失了的男人的声音再度出现。我在苍耳市天南区梦东方别墅 B021号。好的，请您稍等，我这就安排警员过去。杨。啪！电话挂断了。黄丽婷听着话筒里的忙音，一阵心惊肉跳，直到旁边同事碰了一下，啊的一声，猛地从座位上惊起。这次情况不对，我马上下发出警通知。出警通知下达，治安所响起广播，值班治安员接警。两辆警车呼啸着冲出了苍耳市天南区治安所，直奔梦东方别墅 B021号。梦东方别墅 B021号门前，张东雷领着几个警员面色凝重的下车，打量了一眼面前的别墅。张东雷希望这次的报警电话只是一场闹剧。他从警近30年，距离上一次处理凶杀案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一会儿进去，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慌，保持镇静。如果要吐，自己找地方，别破坏现场。现在还不清楚凶手有没有离开，所有人小心点。是。刚进别墅，别墅内的血腥味更加浓郁，使得跟着张东雷的2个年轻警员纷纷皱眉捂鼻。张东雷面不改色，一手扶着腰间的手枪，一边小心向内查看。3人谨慎地走过别墅大厅，忽然女警员听到水滴滴落的声音，她转头看过去，脸色顿时一白。张队，楼梯。走，去2楼。紧接着3人避开楼梯上的血渍，上到2楼，来到一间卧室门前。还没看到卧室里的场景，女警员就已经忍不住吐了出来。她回头一路跑出别墅，对着外边的花坛大吐特吐。张东雷和男警员看着卧室，2人脸色同时变得苍白无力。张队，我腿有点软。鸡的吃法花样繁多，有一种方式叫白切。做菜的师傅用熟练的刀工将卤好蒸熟的整只鸡切成一片，再撒上酱料，鸡肉片切得越薄就越入味。此刻出现在张东雷2人面前的是一个白切人，确切的说，不是白切，是生切。一个大约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靠着身后的床坐在地上，双目无神，瞳孔漆黑无光，全身从头到脚被人用电锯横着锯成了一片又一片，又似乎是没有完全锯开，所以
那一片一片的血肉落在一起，还保持着人形没有散，配上全身上下涌出的鲜红血液，俨然一个被浇了鲜红蜡汁的生切人。不断滴落的鲜血在男人身下汇聚成一滩血，一个小小的人形鬼面娃娃静静坐在其中，旁边还放着一柄锋刃染血的圆盘电锯。此时千里之外的中州机场，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孩从飞机上走下，满身书卷气，他站在原地，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嘿嘿，哟，小鬼，辛苦你了。与此同时，查尔市凶杀案现场，那个安安静静坐在血泊里的人形鬼面娃娃，他黝黑的眼珠子里亮起了一丝微光。电锯分尸、寻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尸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查尔市孟东方别墅内，张队，我也受不了了。即便是有过为数不多的处理凶杀案经验的老警员张东雷，在第一时间也愣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同样的，他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等到男警员吐干净了，等到张东雷镇静下来，两人对视了一眼。张队，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张队，我知道，向市局汇报是不是？是，我给市里打电话，你去找几个桶来，让小王去查死者身份，让李涛去查账户，陈燕去查死者社会关系，徐明提取现场脚印、指纹，让江华联系法医。好嘞。几分钟之后，张东雷终于还是强行忍住了，没有吐出来，但他脸色苍白无比，没有半分血色。大约20分钟，又有几辆警车来到孟东方别墅，停在 B021大门前。苍耳市刑侦大队队长雷鸣领着人一脸凝重地走进别墅内，一路上到2楼。有人吐在这了。张东雷和自己手下的2个警员互相看了看，3个人先后点了点头。雷队，我带的都是年轻人，没见过这种案子，难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准备好了让老子来吐的是吗？张东雷，你他妈干了半辈子警员的老人了，连保护现场的重要性都不知道吗？以为老子跟你一个德行？张东雷低着头不说话，面无半分血色的他撇过头，朝雷鸣向着卧室里挥了挥手，脸上还带着一副痛苦无比的神色。你看看你的熊样，不就是个被分尸的死人吗？老子又不是没见过，难不成里边还有鬼呀？雷鸣说着站到卧室门前，放眼向内看去。雷鸣咽了下口水，站在卧室门口一动不动。跟在雷鸣身后的2位警员脸色也是齐齐一变，脸色苍白的退到了一边。张东雷向他们指了指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桶，2个警员脸上当即露出感谢之色，一人抱着一个桶跑到一边。听着身后呕吐不止的声音，雷鸣默默从门前退开，他往周围看了一圈，走到楼梯旁，伸手入兜掏烟，掏了半天愣是什么都没掏出来。雷队，事情难搞啊！雷鸣接过张东雷的烟，自己拿出打火机想点燃，但打了几次都没能打着。别看我手也哆嗦。雷鸣反手把烟放入口袋，深吸一口气，紧紧抿住嘴唇，用力咽了一下口水，说道：老张，好好准备，我们要上新闻了。明白。半个小时后，所有的警员以雷鸣和张东雷2人为中心聚在一起。被害人的情况查到了吗？说一下。被害人叫吴天，改过名字，本名叫张辉，离异独居，是一个人贩子，以前进去过，关了5年，去年4月刚放出来。从被害人出狱到3个月前，没发现有作案行为，但在今年4月的时候，他有过一笔异常转账，被注为买娃娃，初步怀疑是他又做回老本行了。这个警员说完，另一个面无血色、一脸虚弱状的年轻男警员说：我查了这个吴天的账户，他非常有钱，尤其是最近2个月，这个吴天的运气简直出奇的好，无论是炒股还是炒币，再或者是买球、买彩票，基本上他买什么中什么，而且都是大奖。刚刚王琦说的异常转账是，被害人在3个月前用他前妻的账户给一个人转过200万，这个人的信息我们也查到了，是一个17岁的男孩，叫曾哲。中州机场高速，身穿蓝衣黑裤、文质彬彬的男孩坐在前往市区的出租车上，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拿起手机放在耳边。喂，您好，是存哲先生吗？是我。存先生您好，您是要看云都路的商铺是吗？我是之前和您联系过的租赁中介陈兰，您今天大概什么时间到啊？我这边还要2个小时20分钟，
好的，那我到时候提前过去等您。哦，谢谢。存折挂了电话，继续安安静静的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小兄弟，你去云都路可用不了2个小时20分钟，我在中州开出租开了20多年了，这路我熟得很，你放心，最多1个半小时，我保证给你送到。好了，谢谢师傅。他给一个17岁的男孩转了200万，还被助买娃娃。男孩的账户查了吗？是不是被别人盗用了？查过了，不存在盗用的情况。就在今天，这个存折买了从省城飞往中原省中州市的机票，实名制的机票和银行账户都对得上，机场的人脸识别也核验过了。他今天确实上了飞机，所以这个存折应该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按照时间来推算，被害人遇害的时候，他正在飞机上。不要这么武断，先去把这个存折仔细查一下，还有被害人的家属情况。是的。现场有没有提取到可疑的东西？除了案发的卧室以外，所有的房间都仔细勘察过了，没有可疑的指纹、脚印。从卫生间的下水道收集到了一些毛发，已经送回局里检验了。听到除了案发的卧室这一句话，雷鸣和张冬梅都沉默。走吧，咱俩一起。这种活别指望这些年轻人。张冬梅本就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变得更加苍白。2楼卧室，雷鸣小心避开地上的血渍，尽量不去看那靠床而坐的生切人，将地板上沾血圆盘电锯放进证物袋里。张冬雷拿着相机，把卧室里各个角落都拍下来。2人分工配合，一个记录现场，一个提取物证。到了最后，2人出来，神色明显，一个比一个难受。怎么，雷队，你发现了什么？雷鸣没有说话，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脚下的地板。张冬雷也跟着看过去，只见地板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串小小的红色斑点血渍，看上去有些类似小动物的脚印。被害人家里养了宠物吗？没有啊，被害人家里没有发现养宠物的痕迹。那这是什么？刚刚我来的时候，地板上可没有这东西。雷鸣说完，沿着地板上的血渍向前走，张冬雷跟在后边。虽然1楼不是直接的案发现场，但也有不少警员在记录现场环境。一个女警员正在查看1楼地板，看能不能找到一丝遗漏的线索。忽然，她发现在自己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巴掌大小的人形鬼面娃娃，那娃娃四肢着地，缓缓迈开，向前爬动，每爬出一点距离，都会在地面上留下几道斑点血渍。电动的吗？好奇的女警察就在她的眼神与那鬼面娃娃米粒大小的双眼对上的一刻，一股冰凉的冷风忽然从其身上拂过。女警员看到手里的鬼面娃娃，那张原本没有表情的脸在一点一点浮现微笑，她顿时一惊，本能的想要将其扔掉，然而却发现自己的手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僵直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鬼娃娃脸上的笑容更盛，骤然间，一股冰凉且强烈的负面情绪从女警员心底油然而生。莫名其妙的女警员只感觉自己非常委屈，然后委屈逐渐变为悲戚，悲戚化为绝望。强烈的绝望情绪使女警员的弥漫着无尽悲伤的眼神落在了不远处同事腰间的手枪上。电锯分尸、群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然而下一秒，女警员手上的鬼面娃娃微笑的表情忽然消失，转过头去不再看女警员，自己迈动短小的四肢从女警员手上跳下去。当鬼面娃娃四肢再次着地的那一刻，女警员心里的负面情绪也忽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从无尽的绝望中走出来的女警员满眼震撼地看着地板上那一点一点向前爬行的鬼娃娃，1秒、2秒、3秒，看着放声痛哭的女警背影，刚刚从2楼下来的雷鸣和张冬雷2人一脸无语。警员在现场被吓哭这种事也不是没见过。很快2人便注意到了那在地上爬行的鬼面娃娃，2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个电动玩具。不过马上雷鸣的眉头便又拧在一起，因为他看到那在地上爬的鬼面娃娃爬到别墅1楼一个角落里便不动了。而看到这别墅一角，雷鸣便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套独栋别墅没有地下室，这不合理呀！挥手叫来一个警员，雷鸣吩咐道：“你去一趟物业，把户型图拿过来。”是。户型图拿来，雷鸣和张冬雷仔细看一遍。按照户型图的显示，现在那鬼面娃娃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现在看来是被人用水泥给封住了。顿时，雷鸣和张冬雷
再看那地上的鬼面娃娃，两个人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去把那个地方给我砸了！中州云都路步行街，清脆悦耳的风铃声响起，一辆出租车在路口停下。7月的中州天气已经非常热了，然而开车的司机却感觉后背冷风刺刺，一阵阵发冷。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后排的那个男孩，大气都不敢出一口。老张，不要小看现场任何一样东西。知道，不要小看现场任何一样东西。你怎么了？老张，这东西可不像是电动的，没有电池槽，没有充电口，那就是里边藏着电芯或者纽扣电池。现在这样的玩具多了，我儿子就有。你儿子就有？对呀，我儿子有，我给买的。那我特么问问你，这个东西出现在被害人的卧室里，被害人是一个人独居，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会和你儿子一样喜欢玩这种玩具吗？张东雷瞬间不敢再说话。雷鸣将装着鬼面娃娃的证物袋交给身后一个警员，回去查一下这个玩具的生产厂商。是。不一会儿，又一辆警车停在别墅门外，是法医来了。雷队、张队，我看同事们脸色都不太对劲，怎么情况比较恶劣？雷鸣和张东雷对视了一眼，俩人都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词来形容楼上卧室里的场景。没事，我干这行什么场面没见过，卸成几块的尸体我都见过好几个了。说吧。张东雷低头沉默不语。王大姐，你自己去看吧。行，那我先上去看看。看着王兰的背影，雷鸣犹豫了一下，特意叮嘱了一句：那个王大姐，上边准备的油桶。放心，我用不着那东西，你们啊还是太年轻。话音落下，王兰已经走到了2楼主卧门前，在见到那被切了片的生切人之后，1秒、2秒、3秒，法医毕竟还是法医，没错，只是脸色稍微变了变，这让楼下的雷鸣和张东雷顿时感觉有些不爽。楼上王兰检查被害者，楼下2个警员挥起大锤开始了砸地。破碎的石屑翻飞，烟尘荡漾，一个封闭的地下室出现在众人眼前，同时一股强烈的腐臭味儿扑鼻而来。警员找来梯子，2个警员戴上口罩，小心翼翼爬下去。里边的陈设非常简单，放着一些破旧的桌椅，地上摆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盆，在角落里还放着2个桶。由于气味实在刺鼻，2个警员只能一边捂着口鼻，一边在里边慢慢探索。张扬，我这边有情况。另一个警员闻声立刻转过身来，2人慢慢向那尸骨靠近。那是一具人形白骨，没有一点血肉，骨架很小，大约只相当于人类6到7岁左右的孩子那么大。2个警员靠得近了，名叫张扬的警员脚底下忽然踢到了一件东西，打光看过去是一个记事本。张扬将记事本带上，都没来得及看。这时2人发现，在那一具小小的尸骨旁边，还有4具同样差不多大小的尸骨，其中一个稍微大一点，可能有8、9岁的样子。5具小小的尸骨紧紧依偎在一起，看得出来，这5个孩子生前一定非常恐惧。2个警员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们很难想象这5个孩子生前都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之后，2人仔细检查了地下室里其他地方，没别的发现，便回到别墅1楼。怎么样？面对雷鸣的问话，2个警员全都沉默。张扬抬手将捡到的记事本交给雷鸣，看着2个警员的表情，雷鸣似乎有点明白了。他打开手上的记事本，上边是一个又一个人名、电话、地址、金额，有的人名前边标注着买，有的标注着卖，还有的只有地址，没有人名和联系方式。这种的前边这标注着拐。雷鸣数了一下，买和拐一共47个，卖42个。他继续往下翻，发现后边笔记本上的字迹忽然变得歪七扭八，有很多错别字，甚至还有不少拼音和奇怪的符号，自己需要用上一点联想的能力，才能将其翻译为那个人把他的本落下来了，我决定偷偷藏起来，不给他。谁让他不给我们吃饱肚子？今天那个人把小牛抱走了，我们的伙伴又少了一个。那个人好凶，每天只让我们吃好少好少的东西，可他把我带来的时候，分明说能给我很多好吃的。今天又走了一个伙伴，是红红。我想妈妈，想爸爸，好想好想好想。如果妈妈在，肯定会给我很多东西吃。爸爸应该会打那个人。好多天过去了，只剩7个伙伴了。程程好好，他藏了一点东西，偷偷拿给我吃。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想家了，想妈妈，想爸爸。今天程程挨打了，因为他哭的声音太大。那个人打他的时候，
很用力，程程哭得更厉害了。那个人就在用力打，程程就更用力的哭。那个人今天程程也走了，真好，他不用再挨打了。可是我也见不到他了，就剩6个伙伴了。玲玲被抱走了，什么时候轮到我？那个人在往楼梯里填土，可是我们5个还在这里，他不让我们出去了吗？好黑，楼梯被堵住了，那他怎么给我们送吃的？哦，他不给我们送吃的了，我好饿。歪歪扭扭的字迹到此结束，后边什么都没有了。双眼红润的雷鸣飞快眨住眼，仰起头深吸一口气，尽量不让自己眼眶里打转的泪珠掉下来。他实在难以想象，这连着几天只在本子上写一个恶字的孩子，在那几天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绝望？雷队，我们在下边发现了5具目测5到8岁左右的孩子的尸骨，已经成白骨，没有一点血肉，骨头上没有外伤。初步判定，5个孩子要么是窒息，要么就是被活活饿死。雷鸣有些忍不住了，他把记事本拍在张冬雷怀里，自己转身向外走去。我去透透气，都别跟过来。然而他刚刚走出2步，忽然从别墅的2楼传来一阵女人的哭泣声。雷鸣立刻大步跑上去，他看到在那凶案发生的卧室里，检查被害者尸体的王兰大姐，这位苍耳市经验最丰富的法医一脸惊慌，手足无措地跪在地上，他整个人好像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正在不断的啜泣。王大姐，怎么了？这是46刀，47片，46刀，47片。雷鸣看了一眼那被活活生切的尸体，一下就明白了王兰话里的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好，太他妈的好了，切得好，痛快，罚了隔壁。一连几声痛骂，发泄了心中戾气。雷鸣抹了把脸上的眼泪问：王大姐，还有别的发现吗？他没死，挨了46刀，被切成相连的47片，但他还活着，他没死。刹那间，雷鸣呆若木鸡。什么？电锯分尸、寻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尸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中州云都路步行街，一身蓝衣的存折正不急不慢地在步行街上走着。忽然，一个拿着话筒的俏丽女孩出现在他面前，向他举着话筒笑问：“小哥哥你好帅呀，我们做个街访可以吗？”“没问题。”“哇，小哥哥你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了。小哥哥你觉得你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除了长得帅。”“我最大的优点，应该是善良。”“那小哥哥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和46个同龄的孩子被人拐走了。后来我们脱困嘛，其他46个孩子都迫不及待，想要给那拐走我们的人贩子来上一刀。但我就不同了，我就想，一个人挨46刀，我得多痛嘛，是会死的呀。我见不得这种人间惨剧发生，所以在他挨了46刀之后，我给他续了一口气。”“好吧，小哥哥，你这笑话还真是冷呢。”他正要再问什么，但这时存折却对着镜头稍稍一躬身，微微一笑，转身离开。存折的微笑让女孩彻底失了神。当她回过神来，想要再去寻找存折那一袭白衣的身影时，却只看到了云都路上的熙攘人潮。茫茫人海里，哪里还有那一袭蓝衣？王大姐，你要不要听一听自己在说什么？鼻息。我的确没检查过受害人的鼻息，难道这受害人被切了40多片，还用得着去检查鼻息？张冬雷的说法虽然不符合流程，但符合常理。雷鸣走进卧室，强忍住胃里的呕吐冲动，伸手去探被害人吴天的鼻息。快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叫什么救护车？你俩魔怔了吧？特么的，老子就不信了，人都这样了还能活？张冬雷如遭雷击，瞬间瘫倒在地。与此同时，雷鸣叫来一个警员，拨通了急救电话。不一会，救护人员抵达，急救医生看着惨烈的生切场景，转头对着墙边的桶吐了起来：“几位啊，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再去急救了，联系火葬场吧。”“那个医生，要不先探探鼻息？”“是啊，万一，咱就是说万一啊，万一人要是还活着呢？”“卧槽，这都能留着一口气，我尼玛牛批啊！担架救人！”突然，吴天鼻息加重，双手微微动弹，发出轻微的抑郁声：“救我！救我！我操！
全身受了46刀，被切成了47片，人居然没死，甚至还能坚持这么久，而且还能说话。老天爷不公平，居然没让他死，这种人就该凌迟。他已经体验过凌迟的感觉了。急救人员刚把担架放到吴天身边，吴天竟然自己动了起来，想要往担架上爬过去，全身的肉片混合着血水哗啦啦往下掉，最后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骨架。此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齐齐跑向卧室外，抱着桶大吐特吐。急救医生则是面无血色，头也不回的走了。怎么走了？不救人啊！东磊，你该不会以为人都剩骨架了，还能救回来吧？雷队，有情况。说什么情况？雷队，我们检查了这栋别墅的电路、网络线路情况，发现这别墅的每个房间都藏的有正在运作的联网摄像头。中州云都路步行街，心仪，快看，有帅哥！哪里？阿大大确实好帅，看上去好斯文的感觉。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一款。哎呀，他不走了，他停在马路对面了。我们要不要去加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不敢。紫发女孩何心怡同时止住议论，看着男孩从随身的白色手提布袋里拿出一把透明的雨伞，在头顶打开。外边太阳这么大，他打伞做什么？不清楚啊，这也没下雨啊，而且透明雨伞也不遮阳啊，他这是闹哪样？天空突然风云突变，阴云聚拢，豆大的雨珠噼里啪啦从天上打下来。下雨了，怎么感觉这一阵雨好像就是在等他打开伞才落下来似的？我去，这小哥不会不干净吧？呸！给我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他不干净。你真是要男人不要命了是不是？马路对面，存折一手打着伞，一手接起一点从天落的雨珠，脸上带着温的和微笑。你居然选择自我了断，可以。不过吴天先生，作为一个降神师，死亡在我这里可是刚刚开始哦。存折手掌忽然一挥，阴雨立刻烟消云散。与此同时，苍耳市孟东方别墅内上升起一层黑气，钻进了那个已经收好的鬼面娃娃身上。我从地狱重返人间，人鬼生死皆在一念之间。雷队，视频信号源接过来了，可以播放。好，那开始吧。所有警员围在一起，目光齐齐汇聚在雷鸣和张东雷两人面前的电脑上。我倒要看看能制造出楼上那种切片人惨剧的元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电脑屏幕上出现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同时技术人员加快视频播放速度。这被害人明显比普通人更为嗜睡，极有可能药物服用过度或被人下药的情况。被害人的血液取样了吗？放心吧，雷队，取了3份，已经全部送去化验了。好。视频画面中的吴天出现异常，他跪在床上剧烈颤抖，口中念念有词，把声音给我开到最大。技术人员拿过来一对小音箱接上，视频倒退一点，继续播放。我不想死，你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求求你饶我一命。这个时候在卧室里根本没有其他人，吴天也没有在和什么人打电话，他到底在干嘛？雷鸣瞥了一眼技术人员，第二台电脑递了过来，上边播放的是另一个摄像头拍摄画面，正对着吴天的卧室门口。这个人他是在虚空求鬼吗？没屁放了，检查这个时间段前后所有的摄像头，看有什么人进入过这别墅。如果查不到，那就把时间向前拉，只要是最近1周进入过这个别墅的人，全部记下来。视频画面继续播放。突然，吴天发出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叫，双腿不断蹬着床单向后退去。雷鸣立刻转头看向另一台电脑，卧室房间门口依旧空无一物。吴天脸上写满惊慌恐惧，退到床边，哐当一下从床的另一边掉下去，钻进卧室一角的衣柜中，狠狠关上衣柜门。警察同志，有人要杀我！警察，你一定要救救我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在，他是正在报警。雷鸣再次转头看了一眼另一台电脑，卧室门口依旧没有任何可疑的身影，衣柜里的声音忽然消失，画面静止。吴天从衣柜里走出来，脸上带着镇定的微笑，靠着床坐在地板上，伸手从床下拿出一把圆盘电锯，插上电源。吴天听到电锯的声音，脸色猛地一变，恢复惊恐模样。发现我了！警察救我！救命！救我命啊！救我！吴天嘴上呼救，手却稳稳按下电锯开关。嗡，圆盘电锯硬着紧，啪，
脸上惊惧表情瞬间消失，变成诡异的微笑。张嘴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拿起电锯狠狠锯在自己的脚上。吴天就这样抬头说话，下电锯，血花飞溅，重复了46次。所有警员如同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愣在原地。别墅1楼大厅死一般的寂静，能听到某些警员的心跳声。雷队，我发现卧室里摄像头死角里有什么了。中州云都路步行街，一个中年男人捂住胸口躺在地上，一脸痛苦。你怎么了？我给你打电话叫救护车吧。小女孩委屈的眨眼，看着四周，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存折。大哥哥真的很好看，笑容也很阳光，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雨后的街道。大哥哥手里面拿着的是什么？存折面带微笑，注视着小女孩，手里捏着一个小小的人形娃娃，并且手指按在娃娃的胸口位置。苍耳市孟东方别墅内，雷鸣叹气道：“把你发现的画面转过来。”技术人员操作，视频画面切换到另一个视角的监控画面截图，视角刚好能够看到卧室一角。雷鸣和众警员清楚看到，在吴天卧室的监控死角处，安安静静站着一个人形的鬼面娃娃。放回去吧，这不扯淡吗？刚刚那个视频，我好像看到一点东西。哪个部分？就最精彩的那一段。全场警员顿时全都无语。技术人员操作，视频画面飞快倒退，来到吴天挥起铁轮电锯往自己身上乱锯的那一段。对，就是这，别动，停，搞大一点，歪一点，往上，这里，对，就是这，搞大。技术人员将柜子门缝处的画面一点一点放大，逐渐看清一个白色的东西。柜子里的确藏着东西，一个白白的东西。画面逐渐清晰，一张如同纸一样苍白，其中带着铁青色，眼珠子里布满血丝的小小死人脸出现在众人眼前。死人脸上漆黑如墨，没有半点神光的眼神，怔怔看着不断向自己挥起电锯的吴天。忽然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卧室里的摄像头，与现场所有正在看视频的人眼神交汇，所有警员浑身一阵冰凉，仿佛别墅大厅里的温度一下降低了好几度。雷鸣大步冲上2楼卧室，打开衣柜，衣柜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外，还挂着一个小小的人形娃娃，被切成了一片一片，只有那里一点连在一起。这不扯淡吗？微风拂过，人形娃娃随风而动。雷鸣看到娃娃背后写着吴天的本名张辉。我从地狱重返人间，人鬼神皆这次不得不严肃对待了。雷队，这案子我看找几个和尚道士过来比较合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这个？那刚刚视频衣柜里的死小孩，你怎么解释？嘿，什么死小孩？老张，有没有一种可能，那是一个藏在衣柜里的化过妆的小女孩？从吴天报警到我们赶到，一共也就10分钟。你告诉我，女孩去哪了？这就是凶手高明的地方，不仅没在现场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反而还给我们制造了干扰因素。雷队，我觉得你有些魔怔了。特么的张东雷，你是一个警员，请你相信科学，好吗？雷队，有情况。说。雷队，视频里的声音解析出来了，被害人用电锯每伤害自己一次说的话，都是被他拐卖的孩子们的小名。雷鸣神色如常，根据之前被害人的口型，他大概已经猜到了。雷队，我们的同事刚刚挨个联系了被害人的家属，情况非常诡异。雷鸣看了一眼张东雷，示意警员继续说。雷队，被害人吴天不是被害人张辉的父亲，在1个小时前被人发现上吊自绝，当地警方推测具体自绝时间应该是今天下午1点到2点之间。张辉的前妻带着和张辉的儿子儿媳妇在今天下午1点22分出了车祸，人全没了。张辉的情人今天下午1点15分落水死亡。张辉的2个兄弟连带各自的妻子，一共4口人，今天中午12点50分一起吃饭时遭遇家庭火灾，楼上其他人都平安无事，就他们2家4口全部葬身火海，活生生被烧死。各地警方还反映，在这些人家里都找到了拐卖人口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你他妈在这跟我说书呢？我知道你们都痛恨这个吴天，这样的玩笑太过分了。5个户口本，14口人，跟这个张辉，但凡是有点直系亲属关系的，全死完了。雷队。在下边捡上来的那本笔记本，我们刚刚也按照上边的联系方式联系了所有从张辉这里买过孩子的人，只有一小部分联系到了，但可以肯定，上边所有的孩子都是多年前张辉从各地拐卖
骗回来的，其中一个孩子还成了我们的同事，警务中心的接线员，名叫黄丽婷，小名杨洋。除此之外，一共有10个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没能活到今天。哦，对了，这10个孩子不包括这栋别墅地下室里那5个。雷鸣看着警员递来的警务内部讯息通知，神色凝重。一个是1个小时之内因各种情况死亡的张辉的家属，一共14个；一个是被张辉拐卖后因为各种情况而去世的10个孩子，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张辉拐卖过的孩子一共去世了15个。你确定现在张辉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已经全没了？我这边查到的是可以确定的。雷队，有情况，被害人有一个过继在他朋友名下的私生女还活着，名叫张文。他这个私生女在哪？在中州。中州，我怎么感觉好像刚刚听到过这个地名？张辉花了200万从一个17岁的男孩手里买娃娃，买的什么娃娃不知道，但卖他娃娃的那个男孩买了今天的机票去中州。中州云都路步行街。屯先生，这就是这间商铺的业主张文小姐。张小姐，这位就是想要租您商铺的屯先生，很年轻，很帅气呢，是吧？是很帅，看上去很斯文。谢会啦，陈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张小姐。陈先生，张小姐，这商铺面积是小了点，但也有150平，这里可是中州最繁华的步行街了，月租也只要12万，很划算的。如果诚意要租的话，租金还可以再商量，是吧，张小姐？对，可以商量。张文打开商铺玻璃门上的锁，领着存折和中介陈兰进。我也是上个月才刚刚接手这个铺子，如果杨先生看得上的话，租金问题好商量。存折在商铺里边转了过去，四下看了看，商铺是精装好的，里边还遗留着几样前任店主留下的桌椅，上边一尘不染，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过来打扫。陈先生看上去很年轻啊，是帮家里人过来开商铺吗？我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抱歉啊，陈先生。没关系，早就习惯了。这附近的商铺租金大概是什么情况？租赁的话，大概是1个月1000块1平方，这个价格其实相比前些年已经降了很多了。因为最近流行直播带货嘛，所以商铺无论是租赁还是销售价格都在下跌。那个存先生，我看您年龄不大，就不和您绕弯子了。这个商铺，张文小姐的心理底价是10万1个月，您可以和周围空置的商铺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绝对公道。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街上别人家店铺空了几天，立马就租出去了。我这商铺自我接手，连个问价的都没有。说起来，存先生，你还是第一个过来咨询的呢，真是见鬼了！你发现了？不应该啊！我从地狱重返人间，人鬼神皆在存折顿时神色恢复如常。他明白张文那一句见鬼了只是一个感叹语气，是自己有些敏感。存折腰间上的铃铛发出一阵悦耳的铃声。那个存先生，我看你也很年轻，开店做生意肯定不容易，不吉利的话我在这不说，但我的诚意我给你表现出来。一般商铺都是2年、3年起租，如果你愿意租的话，我跟你签半年租金，这半年每个月租金我再给你优惠2万，租金月付，您看行吗？好，就这样吧，不租了。接下来，存折和张文跟着陈兰去中介门店签了合同，存折付了租金，回来的时候就只剩下他和张文俩。好了，存先生，以后这里就是你做主了。容我冒昧的问一句，您打算做什么生意啊？我是灵门传人，准备开店做请灵娃和送灵娃的服务。灵门第一次听说啊，以前只听说过佛门和道门。咦，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小存师傅？灵娃可以为人保平安吗？保平安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能力，如果缘分足够，他们还可以为人带来桃花运、财运、官运，又或者是厄运。小存师傅，会有人请娃娃给自己带来厄运吗？怎么说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马上要饿死呢，这个时候你给他100万，说这100万会让他在1年后遭受厄运，你觉得他会接受还是拒绝？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我要用100年后的厄运换最近50年的好运呢？反正100年后我就死了，无所谓了。如果想使用灵娃的能力严重超出自己所能承受，那么不但会使娃娃可能失败，厄运也会提前到来。存折透过商铺的橱窗，看着中州7月剩下的天空，慢慢说道：
灵娃种类有很多，总的来说可以分为2种，一种为符灵，一种为凶灵。符灵戒御能力有限，有念娃、符娃2种，不会为人带来恶灵。凶灵有魂娃、鬼娃2种，比符灵显灵效果更明显、更快，但若过度使用就会发生不好的事。其实即便是鬼娃，只要合理使用，也只会对人有益。时间差不多了，已经8分钟了。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我们今天就先到这。8分钟是什么意思？小存师傅，你有事？我身上有桃花，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只要与我单独相处，持续超过10分钟，就会忘不了我。桃花也是一个娃娃吗？哦，不知道是桃花妖还是桃花魂，亦或是桃花鬼？是桃花仙了，仙娃可直接改人气运，而不受任何反噬。小存师傅，就你这长相，你这气质，还有你这神秘莫测的诡异气息加成，一般的女孩子喜欢上你哪用得了什么仙娃啊？还10分钟？哎，3分钟就够了。说着，张文伸出手想去摸存折的脸，然而存折腰间的风铃再次响起。忽然间，张文感觉有一双看不到的冰凉小手猛地将自己的手一下拍开。怎么，张小姐你抽筋了？小存师傅，你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我身上吗？我身上下一尘不染。张文还没说话，下一秒，就好像有一双冰凉的小手轻轻掐住了他的脖子。虽然对方并没有用力，但就是有些难受。9分钟了，门在后边。我这就走。一时间，这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女孩差点当场吓尿，身上冷汗直流。那个小存师傅，我也算和你有缘的，是吧？是。那我如果想起一个娃娃呢？晚上再过来，8点之后我都在。好。目送张文离开，存折自语道：换做别的女孩，恐怕早就腿软。你倒好，杀过人、卖过器官的女孩，胆子就是大。这时，存折感觉腿上稍微一紧，他低下头，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眼圈漆黑、双手血红的小男孩抱着自己的腿问：他刚刚想摸你，为什么不让我掐死他？你把他在这掐死了，我怎么和警方解释？不用解释，我去把警方也掐死。那我会被通缉的，很多人都会来抓我。那我就去把通缉你的、抓你的人全部掐死，谁让你不开心，我就掐死谁。那你和当初掐死你的人贩子有什么区别？哦，你不说，我都忘了自己是个死人这事了。存折提起小男孩，晃了晃手，对被自己提溜在半空的小男孩说：老子数到3，自己消失了，别逼我删你。1、2、3。说完，存折松开了手，半空中的小男孩向地上掉下去，落到一半，化作一阵冷风，消弭于无形。从存折那里出来后，张文神色慌张地走到步行街停车场，坐上自己的奔驰，深吸几口气，平复心绪，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长叔怎么样了？文姐，长叔他怎么了？快说。长叔人已经走了，医生说是心脏病突发。今天下午，长叔在云都路准备拿货，马上就得手了，忽然捂住心口倒在地上。说起来，还是货物护手打的急救电话。行，我知道了，帮我查一个人，信息我一会儿发给你。好，我联系内线。文姐，你有段时间没和家里联系了，要不……我知道了，就这样。说完，张文挂了电话，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另一部手机，手指飞快打出一串号码拨出去。世上只有妈妈好。一个人贩子整这么个彩铃，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电话一直没有接通，彩铃响个不停。听着听着，莫名的，张文只感觉这彩铃里的童声逐渐变得阴森起来。张文颤巍巍的慢慢抬头，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在自己轿车的后排坐着一个全身被切成了片的血肉模糊的男人，而那男人正用他那已经被切成了片状的手拿着手机，通过后视镜和自己对视。街旁，存折靠着商铺门框，看着外边人来人往，淡声道：我还以为这也吓不到你呢。此时从存折身后响起一连串的嬉笑声，14个脸蛋面无血色、白得吓人的小男孩、小女孩一个挨一个站着，和他一起静静注视着繁华步行街上的熙攘人潮。此时天色晚晴，夕阳正好，哪里有一点下雨了？奔驰车内的张文却如噩梦初醒一般，惊慌不已地看着四周。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8岁帮父母拐卖小孩子，15岁杀人，21岁开始嘎人腰子、倒卖人体器官的张文，在这一刻居然害怕一个人回家睡觉。恐惧至极的他抱着方向盘痛哭起来。在存折店里，存折则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
今天下午我本没有想取那个人的性命，但不想他居然有心脏病，结果被我那么一按，人就没。存折叹了口气，收起记事本，抬头仿佛是在和空气说话。我出去一家买点东西，你们一会儿趁没人把东西都给我搬进来，收拾完记得锁门。交代完这一切，存折大步离开了自己刚刚租下的商店。电锯分尸、群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尸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大约半个小时后，一辆小货车停在步行街停车场。王东和同事周良看着车厢里几个大件桌椅、架子，一脸发愁。他拿出电话打过去：“老板，你这步行街，我们的车进不去啊。”“没事，你们搬到店里就行。云都路24号，离停车场不远，就在停车场对面，斜着不到200米。我加人工费，一个人50，按完在门口大喊一声就行了。”“好，没问题。”挂完电话，王东和周良两个家具城的师傅开始干活，来来回回几趟，所有的东西都搬过去。完事了，老板。王东一边塞发票，还不忘一边对着店门大声喊。忽然感觉一阵凉气从门缝下边涌出。嘿，你这闺女打扮得还挺洋气，你是老板的什么人啊？王东隔着玻璃门敲了敲白女孩的小脸蛋，然后对着女孩脑袋一歪，对着女孩笑了笑。女孩学着他的动作把头一歪，那颗小小的扎着2朵朝天揪的白白小脑袋一下就从脖子上滚了下来。女孩的无头身体抬起双手抱住那颗小脑袋，隔着玻璃门照着外边已经面无人色的王东脸上砸了。王东顿时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此时，中州大学附属医院门口挂在存折腰间上的风铃发出一阵悦耳的铃声。又闯祸了，别看着，帮忙。云都路娃娃店门前，原本双手抱头的女孩转身跑开，一个同样脸色白得吓人的徐亮出现。男孩看着门外不断抽搐的师傅，眼中亮起红光。瘫坐在地的王东有些僵硬地从地上爬起，摇摇晃晃走回停车场，上了那辆送货的小货车，坐在副驾上低着头一动不动。王哥，空调是不是开大了？怎么特么的这么冷啊？周良低头一看，只见自己压根就没开空调。此刻的存折正在中州大学附属医院内。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救活，但因为病人经济问题不得不放弃治疗的病人？你这么年轻，何必放弃治疗呢？相信医院，相信医生，你一定可以战胜病魔的。那个护士，我也不卖器官，我的意思是，我想资助一个病人，帮他延续生命。精神科跑出来的。存折顿时无语。其实存折完全可以使用灵娃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这里是医院，阳气弱，阴气盛，贸然使用灵娃的能力，非常容易使得一些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受到影响。难道那张文今天命不该绝？下一秒，存折便把这个想法彻底打消。命不该绝吗？那是他能说了算的。今天1天之内，我已经把他全家都送走了，留下他一个女孩孤零零的，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必须把他也补上。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不一会，存折便出现在火葬场外的广场上。存折找了个角落，盘腿坐下。他从手提布袋里拿出一个灯笼，伸手从上边拂过，纸灯笼里边立刻亮起红红的火苗。随后，存折提着灯笼走进了火葬场。他用那一双仿若能看破生死两界的眼睛，不断从一个又一个抬进火葬场的水晶棺上扫过，口中念念有词：“大爷，你都接了1个月了才来火化，神都臭了吧？哎呦，年龄这么小，真可怜。姑娘，你说说，你何必呢？算了，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这条命，我也不能救你。小伙啊，我看你是自作自受，活该被人牵了那玩意儿，丢了命。有。”关门！操，谁在咒我？存折转头打量四周，忽然两眼放光，一般盯着一口刚刚被人送来的冰棺。这个比较特殊，他死了要不了多久，他儿子因为没人照顾也会死，所以就他一个能接2条人命善缘，可以再去杀2个，呸，可以再去接2条人命恶缘，赚了美滋滋。哥哥，你也是有家人被送进去了吗？存折顿时无语。你想让你妈妈从里边出来吗？想，虽然妈妈不给我买糖，可我真的不想她离开我，哪怕只有这么几天，我也不想。这时，那与徐亮一起过来的几个人发现男孩不见了，开始四下呼喊寻找。那些人在找你呢，回去吧，以后做一个听妈妈话的乖孩子，好好学习啊。哥哥再见。小男孩走后，存折打开自己那不知道到底装了多少东西的袋子。
拿出5根粗大的白色蜡烛，放在纸灯笼周围，一一点起火苗。存折用小刀割破自己左手食指，待指尖渗出血珠后，轻轻一弹，血珠飞溅在纸灯笼之上，以纸灯笼为中心，连同周围的5根蜡烛，顿时响起6道火随着存折反手一压，6道爆起的火舌瞬间又稳了下来，重新变为了6抹灼灼跳动的火苗。就在刚刚那6道火舌一起一落的烛火明灭之间，灯笼上空似有喃喃低语的人影飘过。片刻之后，火葬场服务大厅里，徐亮看着躺在冰床上的妈妈被人从水晶棺里抬出来，送到自动传送带上。突然，徐亮小小的身影蹦出了惊人的爆发力，他猛地跳上那条通往火葬区的传送带，向前冲过去，撕心裂肺的大声喊道：“妈妈，妈妈，你回来啊！妈！”电锯分尸、寻尸断物、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尸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哈哈哈哈哈！有死人跑出来了！我的妈呀！救命啊！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触发，整个大厅里所有人顿时乱作一团，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原本神色哀伤的悼念者纷纷转身向外边跑去。这时，一道光影在黑暗中出现，向着母子2人靠近。存折拿着那盏纸灯笼递给徐娟：“这个给你，谢谢。”虽然徐娟不知道为什么存折要给他灯笼，但还是说了句谢谢。存折微笑着向他浅浅一躬身，转身离开。这一躬身是敬死者，也是敬生者。出了火葬场，存折从包里拿出那泛黄的记事本，打开，发现里边多了2个彩色的小小人形图案。长文。就在存折往市区返回的同时，火葬场、殡仪馆、当地治安和医院全乱了。你特么慌什么呢？此时正在火葬场办公室内陪同上级吃饭的火葬场厂长接着值班人员的电话，一脸烦躁地说：“咱一个火葬场能出什么大事？是闹鬼了，还是死人从焚尸炉里爬出来了？”老王，你说话注意点，吃饭呢，饭忌讳。你特么哑巴了，说话啊！那个厂长，真的有人。你特么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次。厂长，有人从火化区里爬了出来。汤尔市警署区本来应该下班回家的警务中心接线员黄丽婷，忽然被上级通知要去会议室。你好，我是雷鸣，市局刑侦队长，叫你过来主要了解一些情况。是因为今天那个报警电话是吗？是的，过来坐着说吧。说着，雷鸣拿出一份档案，黄丽婷扫了一眼，发现那居然是自己的个人档案。雷队，怎么查起我来了？是我哪里犯错误了？你放心，你没错，只是你有过被拐卖的经历。是我很小的时候被人拐卖到苍耳市来的。前2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人，不过我看不到那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一身蓝衣，腰间挂着一个铃铛，还带了一个包包。你当时是怎么回答那个人？我就说恨不得给那个人贩子来上一刀。忽然，张东雷拿着座机听筒的手猛地一哆嗦，整个人激动不已地说：“雷队，张文的手机打通了。”中州存折的娃娃店内，7点59分，存折回到了自己店里。相比他走的时候，这时店里已经大变样。存折打量了一眼，点头道：“不错。”顿时除了他自己空无一人的店铺里，响起一阵欢快的蹦跳声。存折顺手把风铃绑在店门口，来到主位的蒲团上坐下。他想了想，说道：“雅美，过来。”书桌对面，一个头上扎着2朵朝天珠的歪头小女孩缓缓行动，把你的头给我扶正。女孩闻言照做，结果扶了半天，最后用后脑勺对着存折，奶声问道：“这样是扶正了吗？”以后不许把头从自己脖子上拿下来。我没拿，是他自己掉下来的。存折抬头看了一眼店门外，说道：“好了，你去玩吧，以后要乖一点。”随后，存折从自己随身的布袋里拿出几样东西，放在桌子上：2根蜡烛、1张照片、1把刻刀、1块人形木雕和几支蜡烛。将蜡烛点燃，存折拿起刻刀，在木雕上随意啄下几块木屑，一张惟妙惟肖的人脸雏形立即出现。大约过了几分钟，满脸憔悴的张文出现了。他刚一进到存折店里，那串贯风铃便叮铃当啷的作响。乍一听这风铃声，张文只感觉自己精神稍微好了一些。看了一圈店里的摆设，他惊讶地向盘腿坐在书桌后的存折说：“
小存师傅动作挺快啊，这就布置好了。过来坐吧。张文上前跪坐在存折对面，他往书桌上扫了一眼，看到一张盖在桌子上的照片，还有存折手里正在雕琢的人偶娃娃。不等他开口，存折先说道：“手机。”手机，我的。张文立刻拿出一部手机放在桌上。另一部。你怎么知道我有2部手机的？因为有人在一直给你打电话。张文听了有些不信，他拿出另一部手机后发现，果然有人在给自己打电话，而且已经有几10个未接来电了。我怎么一直没发觉？存折一边雕琢人偶，脸上笑而不语，看着正在进行的来电呼叫。张文按下接听键，喂，而电话那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雷队，张文的手机打通了，我的老天爷，你终于接电话了！你记住，一定要远离一个叫存折的人，那个人非常危险。张文看着面前的存折，突然一惊，当啷，他的手一哆嗦，手机掉在了和存折之间的桌子上。而这时，电话里的急促声音还在不断响起。他知道你爹张辉干过的所有事，现在你全家都死完了，就剩你一个了。记住，一定要远离他，远离他。电锯分尸、寻尸断物、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你好，我要报警。云都路有个女人拿着刀，先是在自己眼睛上捅了一刀，然后又在自己肋下捅了一刀，接着是胸口、小腹、左右双肋，一共是11刀。请尽快出去。云都路24号门前，风铃声急促，存折站在门前，看着全身血染的张文。程程，你的愿望是什么？文文姐，我的愿望是……来，让我猜猜看。当年老疯子买货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毕生的夙愿就是炼化出一个红衣厉鬼。程程，你的愿望想必也是吧？老头子的夙愿，炼化出一个红衣厉鬼吗？是吗？我都不记得了。程程，来吧，把我炼成红衣厉鬼，完成你的愿望吧。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很正常的，我的愿望没那么变态。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的愿望是希望世界上不再有人作恶，不再有人拐卖小孩，不再有人强行摘取别人器官，不再有人糟践别人的生命。就如我们灵门的宗训一样，万物生灵，缘来缘往。如果有人糟践别人的生命，那么我就糟践他的生命。不行，换一个。不换。那你就去死吧。顺去。当年你对我有过特殊照顾，我记得，所以对你我还是有了一点私心。其实我是给你留了一条活路的，只要有断手之志，你就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在最后关头，你还是选择了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你以为那一刀一刀是捅在别人身上，但到头来，那一刀一刀只会要了你自己的命。好快的刀啊！文文姐，疼吗？恭喜程程大仇得报，处理完所有仇家。雅美，头应该在脖子上，而不是抱在手上。我去出了一点事，你们不许乱跑。出了店门，存折向云都路东侧走去，没多久，就在路中间看到了趴在血泊中的张文的尸体。周边人潮涌动，但所有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根本没人注意到地上这一具异常醒目的尸体。文文姐，我需要完成最后的手续，这只是一份正常的租赁合同，只不过稍微加了几项条款，表明即便你出了什么意外，你的店铺依然由我承租，租期自动延长，直到我不愿意租为止。放心，每个月的租金我会按时烧给你。同一时间，2辆警车停在了云都路步行街街口。是你报的警，案发时你在哪？为什么对张文的行为知道的那么仔细？张文最近有没有异常的反应？是我报的警，案发时我就在这儿。我这个人眼神比较好，我今天才刚到中州，并不知道张文最近有没有异常反应。女警员一边在手中的笔录表格上飞快记录。不久，另一个年轻的男警员过来，看了一眼存折，拿着 iPad 递给女警员。陈姐，凶器暂时还没找到，监控调出来了，有点玄乎。这怎么可能？视频没有修改痕迹，案发到现在一共也才不到半个小时，除非事先预谋，否则不可能有时间修改所有的监控视频。杨先生，你先回去吧，最近还麻烦保持电话畅通，不要离开中州，有情况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好。等存折走后，女警员拿出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自语道：邪门了，今天真是撞了鬼了。回到店里，存折打个哈欠，关上店门，他就在店内给自己打了个地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电锯分尸、寻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中州刑侦总队办公室，案件由于过于诡异，且受到网上舆论的影响，被移交至刑侦总队处理。自他早上上班开始，我已经把昨夜云都路几个监控看了3、4遍了。其实，如果没有现在网络上的舆论，没有苍耳市那边的关联案情，张文这件事完全可以定性为自杀。可是他完全没有自杀的动机啊，精神健康没有问题，他自己又非常有钱，名下2套别墅、5间商铺，都是100平米以上的，其中1套还在云都路，这简直就是会下金蛋的母鸡啊！张文的经济来源查到了吗？查到了，张文的钱大多来自2个渠道，全是盗用账户，其中1个渠道已经可以确定是他的父亲，也就是同样昨天出事的张辉。张伟用的那把刀找到了吗？基层所里的人都已经快把云都路翻得底朝天了，暂时还没发现踪迹。陈队，苍耳市那边的警方来电说有一些情况要与我们说一下。好，这就来。半小时后，结束了与张东维的通话，存折的个人身份档案出现在陈涛和他的同事面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拐卖了47个孩子，挨了46刀，也就是说被切了47片，拐卖的孩子里死了15个，所以张辉一家4户15口也全都没了。确切的说，应该是5个户口本，张文是自己一个人1户。看来我们得去那个叫存折的店里看看了。是。云都路24号上午10点，存折睁开眼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他在思考一个世纪难题。这个点是现在起来吃早饭，还是等会儿再一起吃午饭呢？此时云都路停车场上停下一辆警车，我们去存折的小店看一看。有客人到访，快去烧一壶水，倒2杯茶。程程，我们没有茶叶。你看，都是你给我惹的好事。雷子，健康，多好的素体啊！就这么变黑了。文文姐忘了告诉你，我身上除了桃花之外还有雷电。你造的孽那么多，也不差去偷茶叶这点了。我就不同了，我这个人从来没做过恶，去偷茶叶会结恶缘的。所以文文姐听话。下一秒，云都路一家高级茶叶专卖店，啪，安安稳稳摆在架子的一坛陶瓷茶叶罐忽然摔落，里边上好的彩云红茶洒了一地。这特么该死的供货商，标1斤的茶叶应该有8两半，现在居然只有7两，占老子便宜，生儿子没后面那个眼儿。存折，这是我们陈队长过来和你了解一些情况。陈队长，欢迎。存先生，您这是准备做什么生意啊？我是灵门传人，做请灵娃和送灵娃的服务。听说您几个月前曾经卖过一个娃娃，还卖得不便宜，200万。不错，这就是我的娃娃。说起来，按照我灵门的门规，现在这个娃娃的供者离世，我应该去把这个娃娃收回来才是。人请你的娃娃，结果好处没得到，人却死了。你看看你整这事，张文是不是也请了你的娃娃？陈队，我往家里请一个财神，我就一定能发财吗？你还没回答我那个问题呢。张文在你这请了娃娃吗？没有。就这样，陈涛和存折2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质问了对方。在经历了半个小时的询问之后，陈涛由于手里面没有证据，选择了暂时离开。行了，没什么事，那我们就先回去。好。对了，陈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被人侵犯过，那时候他才12岁。按照现在的法律，侵犯他的那人是要判死刑的。不可能，别想啊，疑罪从无。警方办案讲究证据，这个事情不能立案。疑罪从无，讲究证据。我明白了。随后，陈涛也没有再回答此事，转身离开。刚一出店门，他就拿出手机给苍耳警方拨了过去。很巧，接电话的正是雷鸣本人。你好，我中州警队陈涛，帮我查一查你们那边的资料，看被张辉拐卖的孩子里有没有一个12岁的时候被侵犯过。有一个，怎么了？事情还没结束，他还会继续杀人的。电锯分尸、寻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
中州云都路24号。存折的小店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各式各样的娃娃，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火味。生辰八字报一下。我手机上有，给您。您的缘分在福临，是想请念娃还是福娃？这两种娃娃都属于福临娃娃，区别在于念娃只能有效一次，价格便宜，2万到10万之间；福娃可以长期有效，价格贵一点，价格在数百万1年不等。数百万1年，小师傅。这好贵啊！是挺贵的，一般的家庭可能都不愿意出这个钱。不是，小师傅，几万块我倒是出得起，可是几万块请一个娃娃，是不是太过分了？不错，你看样子还在读大学吧？如果你哥哥只是一般的打工人，那这东西对你们来说确实太过了。啊，小师傅，你不应该鼓动我花钱吗？怎么一个劲的？反正你早晚会买的，我急什么？我哥哥其实挣的钱挺多的。你哥哥是一个很好的人。好人和挣钱不冲突的好吗？你哥哥做哪一座？他给人当保镖，老板很器重他，1年能挣好几，反正很多。那个小师傅，我请一个念娃吧。好，现在你可以在心里祈祷，心思越纯粹越好。随着存折的动作，桌上的蜡烛突然剧烈的跳动起来，紧接着店内南侧的娃娃们开始轻轻摇晃。苏小姐，南面第1排所有在颤动的灵娃，您都可以选择。这是安了什么机关吗？哇！胖老人主和气生财，能够轻微改善财运，需进香恭请。改善财运，小师傅，我不缺钱。那你可以选择下边的水仙娘，改善桃花运，或者是上边的平安蛤蟆，保平安。平安蛤蟆，小师傅，这个蛤蟆好丑啊。左边有一个宁书生，也可以保平安。好。宁书生8万，无需上香，无需饲养，随身带着就行。小师傅，我想给我哥哥请这个宁书生。请娃娃得本人亲自到场，就如同刚刚这几个娃娃认同了你，你才算是他们的有缘人，才有资格请他们回家。那我加钱行吗？不行，真想请的话，明天带你哥哥过来吧。好吧，那先给我自己请这个宁书生吧，回头给我哥请那个癞蛤蟆。把手给我。好的。啊，痛！好了，可以了，记得随时带在身上。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宁书生碎了，那就是他已经帮过你一次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反正我只要把他带在身边就行了，对吧？对。行，那小师傅，我先走了。再见。你看看，这么容易就挣到了8万块。如果我不给自己的人生找点乐子，那多没趣了，是吧？清河小区附近一辆商务车内，陈涛正在指挥行动，马上派人监视清河小区。监视这个苏虎，还有联系负责监视存折的人，给我盯紧了。是，大家听我说，这次行动的目标看上去温文尔雅，但实则心狠手辣。如果一旦对方有任何袭击旁人、抵抗抓捕的行为，不用等我命，可直接开枪。收到了，陈队。对付穷凶极恶的人，我们遇到的多了，有经验。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夜幕降临，存折在清河小区大门外往地上铺张布，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副折纸摊开，叠成一个纸灯笼，点燃蜡烛。这一刻，所有在暗中盯着存折的便衣警员全都愣住。清河小区内，一座普通的单元楼住宅，室内灯光昏暗。苏虎躺在床上，显得异常紧张。自从昨晚得知张文的死讯后，苏虎一直处在极度的恐慌中。张文自杀前2个小时，我才刚刚和他通过电话。苏虎伸手摸枕头下的手枪，试图寻求安慰。但夜幕降临，他的心再次悬了起来。房间里一片漆黑，苏虎再也听不到那些曾让他感到安心的生活噪音。好希望楼上的老李和他老婆再吵一架。楼下的小妹儿开始教训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怎么这么安静？这种如同时空静止一般的安静让苏虎有些发狂。苏虎拿出手机，按下数字键1，想要打电话给苏英。电话拨出的同时，一声响动从床底下传来。苏英的手机怎么会在我床底下？哥，开门，是我有事找你。苏英。苏虎起身坐在床边，准备去开门，无意间看到手机，却发现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2。苏虎意识到自己拨打的并不是妹妹的号码，而是已故的张文的电话。是张文。电锯分尸，群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
清河小区大门前，夜幕笼罩下，存折面前那盏跳动着火苗的纸灯愈发显得诡异。天色全黑，行人减少，街上除了蹲守杨宁的警员和便衣警员，基本上连鬼影都看不到一个。陈涛眼看自己的人已经完全暴露，索性也就不装了。他从商务车上下来，大步走到存折面前。小存师傅，你这是在这做法事呢？等人呢？吃吗？我怕死。小存师傅在这地方等什么人？等苏虎吗？他一个大老爷们，我等他做什么？那你等谁？小存师傅，你现在身份特殊，作为一个警员，我有权利了解你的行踪。我在这等苏英。你等苏英做什么？他可是非常干净，干净到甚至不知道他哥哥的真实身份。难道小存师傅，你终于忍不住要对普通人下手了？我听不懂陈队你是什么意思，不过很显然，陈队你和你的同事对我有偏见。小存师傅，我们对你没有偏见，相反，我们队伍里不少人甚至有些敬畏，但职责所在，我们注定是敌。陈队，现在警方办案都凭感觉了吗？不是讲证据的吗？这也正是你还能这么自由地坐在这办法事的原因。现在，小存师傅，请告诉我，你在等苏英做什么？我在等他离开。所以，小存师傅，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还是要杀苏虎？陈队，我想到苏虎终其一生都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被警方保护。陈队，苏英出来了。苏英眉头紧皱着从清河小区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去哪了？这时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小存师傅，你怎么在这？这位是……天太晚了，回家去吧。”小存师傅说的不错，姑娘，赶紧回家去吧。啊，我走了。你放心走，这里不会有人能伤害他。走了，那我也该走了。他也该走了。陈涛走到杨宁和清河小区大门中间站定，一辆清运垃圾的货车从小区内驶出，纸灯里火焰高高蹿起，警员纷纷厉声喝道，所有人拿枪对准存折。我的事完了，我这就走。去机场。那个陈队，那个苏虎要抓吗？抓，你们去抓人，我在这等。紧接着，警员奔赴苏虎所在单元楼进行抓捕。喂，陈队不好了，苏虎人不见了。查苏虎存折，2个人的手机定位，马上。陈队，苏虎手机定位就在清河小区他的家里，存折的手机看样子是往机场去了。2队留下继续搜查，其他所有人马上前往中州机场联系机场安保。从清河小区出来的垃圾车里，苏虎躲在里边瑟瑟发抖。跑，快跑！苏虎回忆自己的脱身方法，垃圾车带着他离开清河小区，上了去机场的高速。哈哈，今晚11点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苏虎突然想到，苏英先前给自己请了一个玉菩萨，边想着拿出白白，可刚拿出来，玉菩萨啪的掉地上，摔得稀碎。苏虎看着脚边那粉身碎骨的玉菩萨，一股无名的惧意从苏虎心底升起。这一刻，他产生了退却的念头。机场里边监控太多，要不我换个跑路的方式。文姐不可能害我，不可能害我，今天就坐飞机跑了，特么的干！但这5号门看起来也不怎么吉利，老子要走就走1号门。难道这虎子请了高人？只不过可惜了，比我们的小文姐还差一点点。虎子啊虎子，红衣索命，你能逃离吗？机场内，苏虎拿着登机牌直奔安检。就在他安检排队的时候，哈！当灰暗完全闭拢，苏虎发现眼前的世界猛地一黑，原本被室内灯光照耀的如同白昼的机场大厅陷入一片黑暗。你们看不见吗？停电了呀，一片漆黑。你醒醒！文姐，是你们文姐，你让我跑我就跑了，你可不能害我呀！不，文姐，你虎子，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游戏的名字就叫捉迷藏。电锯分尸、群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尸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在灰暗的机场大厅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捉迷藏游戏即将展开。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你喜欢大雷你是不是？每个月都要祸害一个是不是？这个小女孩看到了吗？你的游戏任务很简单，一会儿这个女孩会藏起来，你找到她，抓住她，你的任务完成了，就像你当年对洋洋姐那样。
是你？认出我来了吗？当初你强行抱走洋洋姐，我拉了一下你的裤脚，结果你抬脚把我踹飞了好几米。那时我还不到5岁，那时的我才这么高，直到现在我都还能感受得到你那一脚的力度。可是我觉得最疼的不是你这一脚，而是之后从你那屋子里传出来的洋洋姐的痛呼和尖叫。我当时不知道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我单纯的以为你只是在打她。半个小时，洋洋姐的痛呼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是奄奄一息的呜咽，最后她被你从屋子里扔出来的时候，身上就裹着几个布条，满身的青紫伤痕。那个女孩一辈子受过的痛都没有那一天受得过。扯远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刚刚说了你的任务了，那么你完成任务的奖励是你可以活。是的，完成任务你可以活，开心吗？但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状态，就是你最喜欢的小女孩干那种事时候的状态。你必须让你的小虎处于昂扬状态，小虎昂扬，你明白我意思吧？这特么什么变态要求？张文满身是血，趴在地上用力干。哎呀，文姐，其实今天本来没你的事的，但你说你图什么呢？我就去一趟清河小区，你就趁机去催你的小弟逃跑。他这一辈子遭过的孽比你只多不少，你觉得我会放过他？我让你去找他了吗？刚刚说到你必须保持小虎昂扬状态了是吧？你肯定想问，如果你不能保持昂扬状态会如何？一样的，女孩在和你捉迷藏，你也在和文文姐玩捉迷藏。你找女孩，文文姐找你。如果小虎松懈了，那么文文姐她就会砍你。我不玩，我不要玩这个游戏，我不玩，你个死变态！你放心，我估计你多半是跑不过文文姐的，所以我给她设定了一个限制，我限制她每分钟只能砍你1次，而且不能把你砍死。怎么样？这个游戏好玩吗？刺不刺激？刺激你妈！你看虎子哥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游戏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今天这个游戏你必须玩，你不玩我就不开心，我不开心啊。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坚决不玩的话，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我让老曹吃了你；第二，我给你也点上一盏魂灯，让你永世长眠。你说好不好？你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你和老曹玩捉迷藏，你去找苏虎，老曹找你，一旦老曹找到你，他就会吃了你，不是一下吃掉，吃肉沾的血，一条一条的吃，这叫慢条斯理，绅士的进食，老曹最擅长的进食方式。你看，每个人的游戏规则都有利有弊，我很公平吧？现在游戏开始，上流的人干着下流的事，当律法已经无法惩罚他们，那便由我匡正这个世界。我从地狱中来东西，只为给这个世界绝世。还是出事了，快保护现场，拉起警戒线，打电话把法医叫来，你们协助疏散，我去监控室看看。喂，洋洋姐，活下去可能更快了。程程，这世界太肮脏了，算了，来世洋洋姐做你情人。洋洋姐为啥做情人不做老婆？你正常长大，和我跟洋洋差不多大。你这是暗示我做你的情人吗？走啊，司机来了。不好意思，刚等你有人问走不走，送了他一趟，你这车费我打折。云都路24号。好嘞，一来中州就忙，累，不知机场今晚咋样？临时紧急通告：中州机场凶杀案，请空置出租车去分担疏散压力。中州机场凶杀案，巧合，一定是巧合。你没事吧？没事，马上走，等尸审。不好意思，帅哥，我们到了。而黄丽婷因涉嫌故意杀人被中州警方逮捕。看来这就是他给黄丽婷的礼物。黄丽婷说她年龄最大，所以是第一个。第一个，意思是说他还会继续作案？是的，他还会继续作案的。老张，快统计一下他们这批被拐卖的孩子。是。苍白的灯光打在黄丽婷脸上，手戴手铐在审讯室，
对面有着2个警员。如实交代，理解你的仇恨，我们也相信人不是你杀的。如实交代，法律会。苏虎就是我杀的，当时现场很多人都看到苏虎没死，是我最后把他杀死的。你是警员，在庇护凶手，知道后果吗？可能判死刑。你们应该都知道苏虎的身份吧？故意杀死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是情节较轻故意杀人罪，3到10年。而且因为某些你们都知道的原因，我杀苏虎基本上连10年都不会被判，甚至只有3年刑期。可他当时已经是必死了，为啥你还要？就是他快要死了，我才要赶紧上去捅几刀，不然我怎么还能有机会杀他呢？可这几刀会彻底毁了你后半生。那姐姐，你前半生应该很幸福吧？对于一个背负着心理阴霾活了10几年的我来说，那几刀是拯救了我的后半生。黄丽婷，来说一下，你和杨宁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什么杨宁，他小名叫程程，是当年和你一批被拐卖的男孩。我和程程只是共患难的关系，他给过我糖吃，我替他挨过打，还有托张辉他们一家的福，我俩都是中原省的小孩，彩云省的大人。对不起，我们工作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不用道歉，我能理解。先这样，好了，今天的审讯结束。雷队看到了吗？看到了，陈队，黄丽婷在我们这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没出过一点篓子。警务中心其他同事对她的印象全都也是正面。我理解这件事，我会和地下打招呼。问题是，你那边有进展吗？没有。第2天，天刚亮，昨天在中州机场关于苏虎的事情登上新闻热搜。上流的人干着下流的事，当律法已经无法惩罚他们，那便由我保证这个世界。我从地狱中来，只为给这个世界决胜利。网络上关于苏虎的事情讨论的热火朝天，而存折却在自己店里的地铺上睡得四仰八叉。他的零娃店一整天都没开门，直到傍晚他才醒来。洗澡，一群小鬼开始纷纷显形，各司其职的为存折准备洗澡用品。15分钟后，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的存折坐在落地书桌前开始占卜。好家伙，这一趟能攒下11个善缘，那岂不是回来能再结11个恶缘？干！这2天玩的有点过火了，一笔风头，给我订一张机票，我们回彩云去，把那个小鬼和明明接回来。明明终于要回来了。苍耳市警队，下午6点，雷鸣站在阳台上，一边看夕阳，一边抽烟，准备按时下班。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喂，什么事？雷队，大事，你让丁的那个存折订了一张飞机票，他要跑，他订的机票去哪里？是来彩云的，明天下午4点飞机落地。我知道，我特么谢谢你了，还知道买一张明天的票。下班。雷鸣走后，警队里其他人也先后跟着下班。夕阳落下，除了几个值班人员的房间还亮着灯，整栋警务大楼渐渐被夜幕笼罩。王江像往常一样在水房清洗拖把，他一个人承担了警队的清洁。他做完上边3层楼的清洁工作后，回到宿舍，拿出一尊神像，开始上香，求神灵保佑，让我发财。就在王江磕完3个头，准备起身的时候，隔壁物证室神像也开始颤抖。桌子晃了。神灵保佑，保佑我一定要发财啊！隔壁的声音越来越大，王江以为神像醒，更加疯狂地磕头祈求。神灵，你一定要保佑我发财啊！我要发财，我要钱！神灵，我供你那么多年，你一定是显灵了是不是？你祝我发财，我会一直供养你。我要供莹莹读研，我要让她去国外接受最好的教育。只要你让我发财，我愿付出一切代价，是一切代价，即便让我去死，我也愿意。求求你保佑我吧！我要的不多，也就……神灵，我只要200万就够了，神灵，我求求你，让我发财吧！但王江没注意到的是，神像的表情逐渐变得恐惧，也看不到隔壁物证室里一个青面鬼娃正在撞击物证柜。就在王江拿出一把香点燃的时候，鬼娃停止撞击，露出狂妄的表情。中州云都路24号，大概8点多的时候，存折店里的风铃响个不停。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刷手机，还不时地警告小鬼。不许！我他妈再跟你说一次，小鬼，不许和无罪之人结恶缘，不然老子他妈赢了你！来得及，赶得上。
电锯分尸、寻尸乱舞、百鬼捉人，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我叫存折，灵门的最后传人，职业僵神师。我专卖通灵娃娃，是真的能够显灵的那种。半个小时后，苍耳市王江骑着共享单车回家，一辆宾利轿车从他身后急速差点撞到，没长眼啊！随后轿车撞在山体上，后备箱打开，一个装满钞票的行李箱滚到王江面前。中州深夜中的云都路，林娃小店亮着暖黄色的灯光，存折抱着雅美的头坐在门后，看着外边深夜的街道，他身后围着10几个小鬼，架子上的灵娃们也很乖巧。存折自言自语地讲述着清洁工大叔和富二代的故事。一个小富二代每隔几天都会醉酒飙车，本来一个老实巴交的清洁工大叔一辈子都不会与这个富二代有交集。可是当他通过灵娃借了运之后，原本会在其他时间段、其他地点出事的富二代就在他面前出事了。清洁工大叔借的是财运，所以富二代的钱落在他面前。本来嘛，清洁工大叔一辈子虽然不会有什么大富大贵，但至少也算无病无灾。可现在他通过借运的方式使自己命里多了一笔横财，那么他的命里也就多了一次祸灾。大叔不明白，借来的运都是要还的，所以大叔会因借运受到惩罚。同样的，没有告诉大叔借运要还，就帮助大叔借运的小鬼也要罚，与无罪之人结下恶缘更要罚。犯了错不思悔改，反而故意与我断开联系。所以我说，你们这些小鬼离不开我的。我在的时候，您还能为人间做点好事；我若不在，你们一个个全都是人间的祸害。存折的话说完，他抱着的小女孩脑袋，他身后的10几个小鬼，就连同两边架子上的灵娃们，全都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一个个站立不已，直打哆嗦。苍耳市海边酒吧，即使到了后半夜，酒吧里的音乐依然嗨得一批。喝得半醉的雷鸣正躺在酒吧内的沙发上呼呼大睡。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喂，雷队，出事了！天动路上出车祸了，有疑似被凶杀的痕迹。具体地址我马上到。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大约10几分钟后，雷鸣蹬着一辆共享单车赶到案发现场。雷队，大半夜的骑着东西锻炼身体呢？喝酒了，一路走过来的，在前边路口见到有一辆就骑过来了。死者叫张朝，本地一个富二代，酒驾车祸，人没了，一条龙湾牌到家，但在死者头部发现了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伤痕，凶手下手有点狠，看样子是用石头硬生生砸碎了受害人的颅骨，导致受害人出血过多死亡。现场勘查的怎么样？车内财物是否有丢失？这是大马路开放场景，只能去查周围的监控了。车内倒是没什么损失，但后备箱打开了，应该是车受到撞击之后出了故障自己开的，里边东西掉出来不少。天亮去受害人家里问一下，先不要透露他杀的事。明白。收队的时候，雷鸣、张东雷和另外2个警员坐一辆车回警队，开出没多远，他们就看到王江在路上